以上就是关于我封笔的所有答复。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那么今天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也让我们感受到陈老师这种迥异于常人的个性。不管你是否喜欢陈老师的个性，都无法否认陈老师的才华。就像茨威格说的那样，他们宛若星辰，在人类的黑夜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所有的网友们、所有的观众，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星辰书屋就到这里，明天见。这就结束了？是的呀，我还没聊够呢。陈老师，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非常感谢陈老师，谢谢您。这样吧，如果没聊够的话呢，下次我们单独再约。行，我下次再到江都，一定继续与你畅聊。就这么说定了。哎，对了，我有个问题啊，那天电梯突然停了，是你动了手脚吧？你看，我猜出来了。哎，陈老师啊，其实我也有个疑问。哦。当时在电梯的时候，你已经拒绝过我了，为什么后来又主动和我们联系，愿意上我们的节目呢？这都怪我这张嘴啊！此话怎讲？我这次来江都啊，除了参加讲座，也是为了你们这里一个网红厨师而来的。不会是蒋俊豪吧？就是他。当年，他凭借一道锦绣活鱼拿了亚洲厨艺大奖，对这道菜我是仰慕许久。这次一尝之后，味道果然惊艳。我求他再为我烹制一次，他说，只要我上你的节目，他愿意终生免费为我烹制这道菜。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了吃的什么都可以，就答应他了。我还以为是我在电梯里那番话打动了你，没想到。你那些话都是套路，我见得多了。惭愧，我送你。哎，好。是不是你跟你大哥说，我要采访陈心远的？不是，是大哥自己问的。我猜就是。妈妈，我不能说吗？不是不能说，没什么不能说的。只是大哥那么忙，我们不要老去打扰人家。哎呀，我不是去打扰他们，我是去帮忙。大哥说他们那工作室没有我转不动。是吗？真的。哎，主要是他们那都老了，就我给他们带去活力的，我用处可大了。你怎么那么可爱？行了，早点睡觉去吧。啊，刷牙。拜拜，晚安。晚安。晚安。那我再设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吧，好不好？只要这个星辰书屋这个号，如果关注度达到4000的话，白老师，
昨天采访的费用已经发到您邮箱了。好，我看一下。数据里面显示呢，在2014年，欧凯歌管理的华商创新，虽然规模只有20亿，但是在当年，他却给券商贡献了6000万的佣金，而且是公募基金里面排名第一。这有什么问题吗？单看肯定没问题，但是比较起来就有问题了。你看，跟他同期的颐和全兴，它的盘子总规模在343亿，但是全年的佣金费用也不过是2337万。你这个数据真实吗？应该是海川基金的内部文件，是匿名的，而且邮箱也加密。我之前也收到过一个匿名邮件，他当时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的什么也没有。谁发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欧凯歌，但是这个信息发给我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彩虹是什么意思？雨过天晴吗？不知道。你把照片发给我，干嘛？你不知道用手机或者是平板可以查到照片当时的拍摄地吗？就这样一张照片也可以吗？不行，因为他拍摄的时候关了定位。不过没关系，等我一下啊。哎，小杨，哎，我刚才发了一张照片给你，你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照片是哪儿吗？好，谢谢啊。我们网站地理板块的负责人，全国各大著名景点，在他们那都是有资料可以查的。我查过了，海川基金在2014年的报表里面，虽然只披露了华商创新它的资产净值下跌，但是具体数据却被隐藏了。所以佣金背后的问题也被隐藏了。哦，彩虹下面那个地方是彭东市东南山，这是哪儿？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这是我同事在2019年在那边采访时拍的照片。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你见过吗？没见过。谢谢。哎，老板，您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谢谢。不用。你好，大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你见过吗？不认得。没有。不认得，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啊。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见过这个人吗？不好意思，没见过。谢谢。没事。你好，请问哪位是白老师？我是。哦，您好，我是海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我姓李。哦，李主任你好。我刚刚听前台说，你是想采访我们梁总是吧？对。那我能请问一下，采访的内容是什么吗？想了解一下海川基金这几年的发展，还有金融行业这几年的态势，包括市场的风险，还有机会。哦，是这样，我们梁总呢这2天正在外地出差，那麻烦白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最重要的是这个采访大纲。等我们梁总回来以后，我马上通知您，好吧？没问题。哎，小
小文，你跟李主任交换一下微信，顺便把采访提纲发给李主任看一下。好的，没问题。不好意思问一下，洗手间在？哦，一直往里走。啊，谢谢啊。李主任，您办事我扫您还是您扫我？那你扫我吧。好。这个不是说好的例行检查吗？怎么这个也要查，那个也要查？到底什么意思？梁总您好，我是今日网的记者，我叫白杨，这是我的证件。关于2014年欧凯歌管理的华商创新基金，我有一些疑点，想请您解释一下。不好意思，我在忙。哦，我只需要几分钟就好。我要去开会。那我等您。这怎么可以呢？那个开会这个时间没个准儿，没准到半夜呢。让你没关系，我可以等。进来，梁总，我已经让那个进。李主任，你通知一下那个开会时间推迟15分钟。好。您请坐。谢谢。有必要录音吗？正常流程。白记者，你可能不知道，欧凯歌已经辞职了。另外呢，华商创新在4年前已经清仓了。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他的数据，在今天看来，我还是觉得有些蹊跷。有什么蹊跷？佣金和换手率。他在当年的佣金高达6000万，换手率更是达到了1379%。您觉得，对于一个20亿资金的盘子来讲，这样的数据，是不是有点过于惊人了？常言说呀，隔行如隔山。这些数据在外行人看起来大得不得了，但是内行人看起来，都在正常范围当中啊。华商创新在那一年里面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技术基金净资产2%的股票有190只，卖出了188只，而在同年，基金规模大于它3倍的全安宏德才买入了26只，卖出了24只。您觉得这个数据正常？看起来啊，我真的可以普及一下我们行内的知识了啊。佣金的高低是跟基金经理的做事风格，还有基金产品的设计定位有关。理论上讲啊，追求成长型的基金产品，它一定会比追求价值投资的佣金要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您所讲的这些个数据，它再正常不过了。那有这么高的佣金，为什么没有带来更好的业绩呢？反而它在当年的报表上显示亏损33.4%，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是9年前的事情啊，不过我有印象，这笔基金呢，在当年啊表现确实不好。对，操作异常，亏损巨大，而且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边，海川基金的风控部门没有给予有效措施。可是，基金的管理人欧凯歌，在第2年的时候就被提升成了公司的副总，管理更多的基金，赋予更多的权利，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基金亏损了，基民的钱不见了，管理人被提升了，然后你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我是基民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相信，海川基金
跟券商之间有利益关联。白记者，这可不能乱讲啊，这个绝对没有。那9年前的这件事情，跟欧凯哥的突然辞职、销声匿迹有关联吗？对不起，大师塔，不瞒您说，提起这个欧凯哥，我还憋着一肚子气呢。你等我一下。白记者啊，你真的太厉害了。没错，海川基金当年的操作呢，确实有问题，主要是这个基金经理呢没有经验，能力又差，最主要是心理素质是太差，不停地换仓，错失了很多的这个投资机会，不但推高了佣金，而且呢，最难受的是，这个让我们的客户损失巨大。后来，我们内部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最后确定，基金经理跟券商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输送。这是当年的报告，您看一下。另外还有你对我们风控部门的批评，没错，确实，我们当时的风控部门呢，也还不太完善，没有对这种频繁换仓的这种行为呢，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的制止。后来，我们内部对风控部门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还责令他们整改。这是那个处罚和这个整改的报告，您看一下。欧凯哥呀，说是基金经理，但他只是挂名的。当时负责这笔基金的另有其人，是我们王经理。这个人就甭提，4年前就辞职了，引咎辞职。你看，这是他的辞职报告。这上面还提到这个华商创新呢。关于提拔这个欧凯哥是这样，他虽然在华商创新这边呢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他自己主控的那个基金呢，表现非常非常的好。这个赏罚分明嘛，我这个人又爱财，提拔他上来还是我提议的。哎呀，我从副行长调到海川基金任总经理。没来多久，没干出什么成绩，就赶上这种事情，想想是真的丢人。不瞒您说呀，证监会也对我们进行了内部的惩罚，我们吸取教训，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另外呢，我也欢迎媒体对我们监督，这样是可以让我们成长。白记者，我给您提供的这些东西，你还满意吗？有没有什么是被我们遗漏了？不知道啊，我回去再捋捋吧。你那边怎么样？我整个小镇都差不多找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找到。那是不是路过呀？随便拍了一张啊，然后又去别的地儿了？也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看地图显示前面还有几家民宿，还有农家乐，我再去找找。要实在没有线索，那我就回来了。行，那回来再碰。行，你等我回来吧啊。
你好。哎，我想找一下这外面这辆车的主人。好，你找老张啊，他回家去了。回家去了？哎，他什么时候回家的？回去有半个月了。那他车怎么在这呢？你说车呀，他欠我半年房费，实在凑不齐，就把车压我这儿了。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老婆。他老婆呀？他在我这儿住了1年多，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也没见他跟谁联络过。我还问过他，我说你家人呢？他说就他一个人，他没家人。他一个人在这儿吗？对啊，一直一个人。是他对吗？这是我们的合影。哎，是的。你还真是他老婆呀？能带我看看他的房间吗？能，你等一下啊。走吧。谢谢。就这些。来吧。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啊，都是老张留下的。最近没啥人，我也没怎么收拾。再说他走的时候说了，就不让我碰他的东西。他这1年都住在这儿吗？啊，1年都在这儿。说刚做完手术，一天也不能有什么大动作，所以多数时候都是躺着休息。我方便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吗？那万一他要是回来找我事儿，我怎么给他交代呀？你就跟他说，他老婆帮他拿回家了。根据梁勇提供的证据呢，欧凯哥和华商创新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这件事情呢，早就已经有结论了，相关的负责人和相关的部门也都受到了处罚。这就很完美的解答了我们之前的疑虑了。是，但是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虑，我就有点想不通啊，给我发邮件的那个人，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关注一个已经有了定论的案子呢？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没事找事儿？其实我也在想，那个民宿老板说欧凯哥这1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在东南山。那郑雪倩呢？郑雪倩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呢？他一冲动跟欧凯哥过去了，到了那儿以后发现2个人不合适，他就又回来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我和我凯哥，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怎么样？我爸就没有几天了，等我把我爸送走，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郑雪倩之前答应我，跟我说她会把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但是后来她又说了反耳。哎呀，这种女人说话不算话，也很正常。你吃吧，我觉得谢谢。肯定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应该没这么简单。可能会是什么呢？你电话？你不接啊？刘林度，我看到了。你们俩不是互有好感吗？我现在躲着他呢，我特别害怕自己恋爱脑又陷进去。哎，圆圆，你还记得之前麒麟集团送给欧凯哥那60万的事儿吗？我记得。我记得周佳琪说，他认识欧凯哥是因为一个私募基金的老板给他介绍的。你能帮我问问那个老板是谁吗？你让他还去联系周佳琪？对不起啊，不用问了，算了。没关系的，我就是不问周佳琪，我也依然可以查到。我在给麒麟集团做危机公关的时候，他爸给了我权限，我可以随意调取公司的资料和资源。
他没收回去吗？他们忘了。那你应该主动交回去啊。我也忘了。哎呀，等我们查到了我们想要的，我肯定马上就归还。这太神奇了，来，我们喝一个吧。来吧。华商创新的事不是结了吗？幸亏结了，要不然我今天根本就应付不来。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的蹊跷，就是那个证监会。喂，老梁，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叫白杨的记者采访你了？他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调查记者。凯哥啊，是你把华商创新的事情捅给记者的。如果你们再犹豫的话，可就不止华商创新了。欧凯哥，你不能这么干，这样干不好吧？另外，证监会的例行检查是不是跟平常不太一样啊？要去机房拿你们的手机，还要求物理隔离。欧凯哥，我们都冷静一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给证监会说了什么？也没说什么，说了一些擦边球吧。凯哥，我刚才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这样，我呢跟叶总呢商量了一下，你也确实挺辛苦的，我们再给你增加300万的奖金，一共是1800万，怎么样？老梁，看来你还不是太明白啊。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准备一份惊喜。哎，凯哥。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给我们个惊喜，他能给什么惊喜？我也不知道什么惊喜。那家私募基金叫黄金投资，老板叫叶问天。哎，凯哥呢？最近怎么样？哎，凯哥回来状态怎么样？现在在哪儿啊？下落不明。你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能再给他加点儿？我不想让事情闹大。何欢约我明天见面。何欢约你？久等了。没事，喝点什么吗？谢谢。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吗？等会儿再说。好的。还好吗？还好。约你来是想谢谢你，在我妈住院期间，给她送了那么多的药，还来送她最后一程。我爱人是伯母那么多年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挺好奇的。你说。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骗你什么？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你和欧凯哥的事情。他回来了。你何必要明知不问呢？他现在在哪？我不能告诉你。他都跟你说了。包括你们刚刚启动就被中断的麒麟集团。其实1年之前在电视台门口，我们不算是偶遇，对吧？还有我妈住院期间，你一次一次的给她送药，也是另有所图吧？那你误会我了。我是真的想帮你，帮你妈妈。是我太把你当真心朋友。对不起。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是欧凯哥让你找我谈的。你以为呢？那你劝劝他，别逼人太深。我劝不了他。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这么说，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3000万，已经是他1年前报价的翻倍了。条件呢？所有的事到此为止。所有。从最初的光纤光能制造，到中尼兰国大农业，还有没开始的麒麟集团，所有。我不接受。我只有这么多钱了。你们到底想要多少？这取决于你有多恐惧。我是真没想到啊，
你我之间还会有这样的对话？我也觉得挺意外的。你还有什么话要我带给欧凯哥吗？我对他无话可说，但我对你也有句话。我虽然骗了你，但我是想要保护你。那我真没感觉到。你当初应该选择我。你和他有什么区别？欧凯哥之前要1500万，现在叶问天要给3000万，那这事儿不小啊。本来我只想知道欧凯哥失踪的真相，但是真没想到能够问出他跟叶问天之间这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广信高端制造、安国大农业、麒麟集团，如果这些暗箱操作是真的，不敢想象他们坑了多少人的钱。你想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真相。你知道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吗？你不知道真相，你也不会知道后果。不管什么后果，也要面对。欧凯哥有消息了吗？那你离婚手续办得怎么样呢？律师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吧。他本人不出现，进展也很慢。那这样，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办。毕竟你现在跟他还属于关联人的关系，这个手续真的要避嫌的。你这段时间呢，就集中精力搞好你的姓陈书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吗？黄金投资，他怎么了？我怀疑海川基金的副总欧凯歌跟黄金投资的董事长叶问天之间有不可告人的交易，而且也就是因为这些交易，欧凯歌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有证据吗？还没有，但是赵媛媛告诉我说，叶问天曾经找过欧凯歌，想让他帮忙炒作麒麟集团的股价，但是也因为欧凯歌失踪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可是这只能证明他们两者之间有不可告人的交易，但是并没有实施。一定有，因为何欢告诉我说，欧凯歌之前因为某件事情跟叶问天开价了1500万，这件事情不仅关联到麒麟集团，还关联到广信高端制造，还有安国大农业。某件事情，这是什么事？不知道，这也是我要调查的。不会。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两个公司之间不可告人交易的证据。所以要你批复啊，然后我再去调查呀。你能不能有点新闻嗅觉呀？大学的时候就学过，新闻的嗅觉不能建立在无端的怀疑之上。赵媛媛和何欢的话不是无端的，那算是空穴来风吧，算是道听途说吧。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我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但是公众相信证据。你是不是真拿自己当领导啊？我难道不是你的领导吗？那我不干了，行吗？我现在是独立记者，我可以自己去调查。你不干可以，但是恋爱必须得谈。今天晚上7点钟一块儿吃饭。大人欺负人。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知道。任姐，2015年3月27号，欧凯歌代表海川基金去广信高端制造现场调研，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里面，广信高端制造就开始上涨，到8月19号的时候，也就是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涨幅高达152.67%。今天是俺的生日，生日快乐！2018年第3季度，安国大农业在海川基金成为其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后，也开始一路上涨，到达次年1月，累计涨幅高达183.4%。其实呢，过生日只是一个由头，我还是喜欢在工作之外跟你谈情说爱。说完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谈情说爱。虽然黄金投资只是一家私募基金，只在月底或者是季度末的时候披露净值，不对外公开仓位，但是我还是在广信高端制造还有安国大农业的财报当中，看到了他旗下管理的2只基金的影子，而且都是在海川基金进入之前，低位买进，高位卖出，赚很多钱。白羊，2015年，海川基金的主题优选 A。前4大重仓板块分别是交通运输、钢铁、金融、化工，跟广信高端制造的汽车板块完全不相关，这还不能引起你的重视吗？你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时间跟我说工作上的事儿吗？那我说最后一句。作为一家民营的公募基金，海川一直偏好的是大盘蓝筹股和白马绩优股，但是安国大农业完全不符合他们选择的条件，而且流通股也只有区区的8000万，但是却在2018年成为海川追逐的目标，这也不能引起你的怀疑吗？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些还不能引起你的重视，那我只能说，你已经失去了对新闻的敏锐力和洞察力。你别刺激我啊！就你说这黄金投资，我还是有点印象的。你还记得那杨教授吗？你必须具备杀手的直觉，那就是对市场的敏锐力。给融汇财富站台的那个，我们的节目后来不是被下播了吗？这个杨教授也被立案侦查了。我后来从侧面打听了一下，这个杨教授给这个融汇财富站过台，而且他自己还大笔买入了这个黄金投资的私募产品。他还跟别人说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最后肯定会有公募基金入场兜底的。说哪家基金了吗？这哪知道啊，他的案子还在调查呢。我给你查一下吧。查融汇财富的季报。这不是写了吗？第1季度的季报，黄金投资旗下的启明星1号持有融汇财富31.89万股，是第9大股东。第2季度的财报，启明星1号退出股东名单，新成长混合型基金以持仓103.26万股成为第3大股东。啊！哎呀，好好的，给我查。杨教授嘛，倒是没有站过台，不过这个股市的名嘴王祖辉倒是说过这2家股票不错。行了，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会会他。可以。哎，你别走啊，你就坐着。你松开。不。能不能松开？不能。生日快乐！反了。其实啊，礼物就算了，你亲我一下就行。点菜。给我一个吻，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下爱标记；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点菜。
好的，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下文化传媒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文化传媒最近的涨势还是不错的，已经有3个涨停板了，但是还不够。如果明天出现连板，那我告诉你们，文化传媒的利好才是真的进了。好的，今天的王老师荐股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开盘见。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就是今天给我打电话的今日网那个记者？对，白杨，今日网深度调查高级记者。前天我还和你们今日网的任总一起喝酒呢，他还邀请我去你们那里开一个专栏，但是实在太忙了，没档期啊。哪个任总啊？任杰啊，他是我兄弟。你们要采访我是吧？没问题，但是只能给你们10分钟时间，后面还有一个高端的投资酒会等着我呢。明白，10分钟够了。行，办公室聊。我这有个采访，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来吧，想问什么问题随便问。好的。有信号吗？马上就。好，可以。王老师您好，听说您记忆力超群，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就算是10几年前的数据也会信手拈来。请问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这个的确是我的一点点小能耐。那您还记得2015年广信高端制造的股市表现吗？这个倒还真有点记不住了。有人跟我们爆料说，您当年力荐这只股票的原因是配合某基金做高股价，是这样吗？又来了，每年都有人在传我收了谁谁谁的钱，咱能不能换个剧本？那2018年安国大农业的表现情况您还记得吗？好吧，那我就不厌其烦的再回应一次，都是无稽之谈。您跟黄金投资有合作过吗？黄金投资没听说过。那海川基金呢？基金公司的人倒认识一些，但都不熟。王老师，你跟某人通话的时候给录音了，你知道吗？你说什么？谁录音？您认识欧凯歌吗？不认识。想听听欧凯歌的录音吗？白杨记者是吧？你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趣，但不好意思啊，时间不够了。我看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不好意思，请。好，谢谢您，打扰了。老王，老叶，出事了。什么事儿？欧凯歌把咱卖了。欧凯歌？他把咱的事通给记者了。慢慢说。刚才有2个今日网的记者找到我，竟然问起了当年广信高端制造和安国大农业的事儿。你现在在哪儿？办公室。别在电话里说这事儿，来我会所。好。在这儿呢，刚才顺手就放这儿了。哎，谢谢啊。是。
来吧，想问什么问题？制造的宾公司的人我倒认识，这个话题非常的有趣。老叶，出事了，欧凯哥把他卖了，他把咱的事通给记者了。刚才有2个今日网的记者找到我，竟然问起了当年广信高端制造和安国大农业的事儿。不出所料，庆祝一下吧。想吃什么？我请你。庆祝，那应该拥抱一下。你飘了。走了。记者怎么知道的？当年欧凯哥录了音，把录音给了记者。记者知道多少？我们之间的事情，应该都知道了。你承认了？这你放心，我没那么傻。但是他们放假话，还要来找我。他们再来找你，就说录音是伪造的。对，伪造的。但记者会信吗？这事儿的关键不在记者，在于欧凯哥。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欧凯哥给我们的一个惊喜？不好了，真的不好了！有人发了篇文章，虽然用的是化名，但是报的是几年前创营分析新能源的料，很多人评论。你们觉得这是无中生有，还是意有所指？有人查到我们了吗？没有，爆料人隐藏了很多关键的数据，目前还没有。谁发的？不知道。但我希望不是他。又是一个惊喜。这不是什么惊喜，这是发展书。哎，你跟那个何欢聊得怎么样？我给到3000万，他们拒绝了。哦，那是铁了心的要1个亿。也许吧。那给还是不给啊？我想想。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来这次的自媒体盛典有什么想法吗？主要是来学习一下。是，知道您是一个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一个博主，那么您对您的粉丝有什么想说的吗？你好，哎，你好，你好。这是今天的颁奖流程，组委会特地是安排了新城书屋和蒋哥厨房同台颁奖，因为一个是生产的精神食粮，一个是生产的物质食粮。叶子，你代替新城书屋上台领奖。何老师，还是你上吧。你也知道，我这人上了舞台以后，我连路都不会走了。我真的不适合代表我们新城书屋。何老师，观众们是想看见你。我知道，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也不是很方便上台领奖，但是我会坐在台下的，没关系。叶子，你先去化妆。何老师，我不行。那抓紧时间吧。何老师，快去吧。不行。